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国外电视台经常会派直升机去现场进行直播报道的一些桥段，尤其是一些警匪追逐的突发情况，记者解说起来更是慷慨激昂，刺激程度堪比拍电影。说实话，我是特别喜欢看的。倒也不是说关心新闻本身，而是能够以上帝视角直击新闻现场，特别是在美国，有些时候真的会真枪实弹的干，实在是太过刺激。不过你敢相信，以下的这则新闻报道了一起十分离奇且滑稽的事故。两家电视台为了争相报道第一手消息，派出去的2架直升机为了抢占最好的拍摄位置，竟然在空中相撞并且爆炸。所以一家媒体报道了另外2家媒体正在报道当中而发生了惨烈的事故，这简直就是在套娃嘛。2007年7月27日中午过后不久，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市中心附近，警方试图拦下一辆被盗的平板皮卡车，没想到司机不肯靠边停，还倒车撞上了警车，随后迅速逃离现场。KNXV 是当地的一家电视台，被称为第15频道，隶属于美国广播公司 ABC。他们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于是赶紧通知了与之合作的美国直升机公司，派出飞行员前往现场。果然在12点22分，飞行员克雷格·史密斯与摄影师里克·克拉克飞向凤凰城市中心。按照规定，克雷格也与凤凰城天际国际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取得联系，请求获得进入机场 B 级空域的许可。当然，第15频道并不是唯一派出直升机前往现场的电视台。KTVK 第3频道是一家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独立电视台，他们自己就拥有一架新闻直升机。于是在12点32分，拥有20多年飞行经验的斯科特·鲍尔班克带领摄影师吉姆·考克斯也开始飞往新闻现场。其实等第3频道的直升机进入凤凰城中部上空的 B 级空域时，其他电视台的飞机也差不多都接近现场了。接下来按照惯例，每架直升机的飞行员都报告了自己的高度，以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第3频道是2000英尺，第5频道是2200英尺，第10频道是2400英尺，第12频道是2500英尺，而第15频道原先在1800英尺的高度，最接近现场。后来意识到会干扰警用直升机，于是飞行员克雷格宣布会爬升到2000英尺的高度。比起普通直升机，新闻直升机仪表板上的左上角是有实时摄像头的屏幕的，显示来自新闻编辑室和摄像机的实时直播。与此同时，飞行员通过警方的扫描仪可以定位到地面上的追击者，一旦他们锁定了逃逸车辆，专业的飞行员记者就应该及时发表评论，而不是单纯转播画面。然而，现场有5架直升机正在同时报道这一新闻。要想突出重围，拿下收视冠军，直升机必须争夺最佳机位。所以在12点38分，第15频道的飞行员克雷格宣布要上升到2200英尺的高度，其他直升机也设法改变高度，协调彼此之间的距离。而此时地面上的警匪追逐战正打得火热，逃逸车辆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即便违反了大量的交通规则，司机仍然疯狂在逃，试图甩掉后面的一队警察。飞行员记者的解说也到了精彩时刻，现在他正在向南行驶，大约是第8街或者第9街，看起来他肯定要撞上另一辆车了。克雷格激动的大声喊着：“差一点，就差一点！”另一边，第3频道的直升机早已经守候在2000英尺的阵地，飞行员将直升机放置于缓慢盘旋模式。与此同时，第15频道在2200英尺的高度环绕在市中心区域，并以较快的速度准备向右爬升至2300英尺。可谁知地面上的情形又有了新的发展，逃逸车辆突然驶离街道，进入了一个停车场。很快，司机直接爬进另一辆卡车的驾驶室，他竟然准备换车继续逃跑，实在是太过戏剧化了。别说是观众了，第3频道和第15频道的飞行员都被分散了注意力，压根就没有意识到2架直升机正处于冲突的轨道上。就在此时，第15频道的飞行员猛地一抬头，突然发现第3频道的直升机就在自己的面前，克雷格几乎都还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一瞬间，2架直升机的桨叶相撞，在空中迅速解体，飞机残骸四处飞溅，一部分叶片直接切断了第3频道直升机的尾梁，以至于该飞机疯狂倒转，最后盘旋着坠向地面，七零八落。而另一边，第15频道的直升机也面临瘫痪，飞机无法控制的急转，观众们也看到了疯狂摇摆的画面，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撞击声、警报声、尖叫声。没过多久，信号就戛然而止。当然，目前我们也无法确定，到底是第3频道的直升机又上升了，还是第15频道的直升机突然下降。反正这2架直升机来了个彻底亲密接触。事故发生时，47岁的巴托利克恰好坐在公园附近的公交站。他注意到2架直升机相撞之前，看上去是要飞往不同的方向的，可不知怎的，突然就撞了上去。一阵巨大的撞击声后，黑烟滚滚，飞机也随之坠毁在斯蒂尔印第安学校公园的一片草地上。然而，直升机在落地时又爆炸了一次。所幸的是，地面上没有人受伤。要知道，公园周围有个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
还有几栋高层办公楼和公寓。如果飞机坠毁到这些地方，后果简直不堪设想。事故发生后，警匪追逐大战也受到了干扰，几名警察放弃追捕逃逸车辆，而是冲向飞机残骸。可惜高温和大火劝退了现场所有人。与此同时，其他电视台的直升机也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给吓坏了。地面上正燃烧着熊熊大火，里面的人能有多少生还的可能？据说当时第10频道的直升机飞行员唐护博一直在残骸上空盘旋，他哽咽着联系空中交通管制人员，这里是 Skyfox 时，在公园这边有2架直升机相撞坠落了。一架是来自第3频道，另一架可能是第15频道。几个小时后，逃逸司机也终于在一处私人住宅被抓获，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不过，关于直升机具体是怎么相撞的，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有部分目击者称，最后看到的景象是一架直升机在另一架直升机上方盘旋，结果较低的那架突然升起就撞上了。也有目击者认为，那2架飞机不是一上一下，而是正面相撞的。可不管怎么样，悲剧已经酿成，直升机上的4人全部遇难。本该是新闻报道者，却意外成为了新闻本身，真是世事难料。而对于业内人士来说，他们并没有特别惊讶，因为只要有新闻，各大电视台的直升机都会出动，都想抢到这绝佳的摄影位。这么多飞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空中飞来飞去，发生意外似乎是在所难免的。其实，在20世纪末，由于有线电视频道激增，竞争相当的激烈，观众们不再爱看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各大电视台都绞尽脑汁，想要做出更加吸引观众眼球的模式。据了解，在1992年的时候，警方在美国南加州街道和高速公路上进行了4起追捕案，并通过直升机进行了现场直播。没想到收视率暴涨，很快电视台见风使舵，取消了许多常规的新闻广播，甚至中断了娱乐节目，转而播放警匪追逐的现场实录。在当时，警方只要出动抓捕，至少会有6、7个频道会直接派直升机进行跟踪报道，而且因为是直播，还挤走了报道其他新闻的时间。但这真的是有意义的节目吗？其实许多记者和新闻学教授对此都很不满意。头条新闻并不应该只是高速公路巡逻队的日常工作。确实，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警察追捕坏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进行现场直播就变得不一样了。有些电视台更是宣称，只要收视率高，那就是个好节目。至于新闻本身是否有意义，那不是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就这样，现场直播报道成为了新闻电视台的最新趋势。比如无情的杀手在拥堵的城市街道上试图甩掉警察，可最后还是被高速公路巡逻队逼停。当然也有动物出逃的小事，放在过去恐怕都无人报道，但自从现场直播火热之后，几乎所有电视台都会放弃这样的头条新闻。总之，现场直播成为了各大电视台的标配节目，凡是涉及到此类新闻，他们都会争先恐后的派直升机出发，为的就是抢占第一波观众。其实从1988年到2007年间，就有18起新闻直升机差点相撞的事故报告，其中1起还差点撞上了警用直升机。不过最终没有酿成大祸，所以并没有得到重视。2007年7月27日，凤凰城的这2架直升机意外相撞，不禁让人再次开始质疑新闻直升机的运作方式是否缺少安全规则。另外，每次现场报道都要同时出动好几架直升机，竞争是否过于激烈？最关键的是，直升机上的工作人员配置非常不合理，飞行员又要驾驶又要解说。即便经验丰富，也相当容易分心。比如在这次事故当中，坠机前4分钟，2名飞行员基本上都在讨论地面上的情况，恰好此时又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情节，使得飞行员转移了注意力，没有关注仪表的变化。很显然，这直接导致了直升机高度发生变化，从而不可避免的相撞了。自从凤凰城新闻直升机相撞事故发生后，各行各业都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一方面，除非是重大案件的嫌疑人，许多州的警察都不再追捕车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另一方面，新闻直升机的操作规则也有了重大改变，飞行员大大减少了风险，同时电视台不再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现场直播上，而是转向报道固定新闻。有时候想想真的很可悲，非要等到无辜的生命离去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好在这起事故也算是给相关行业都敲响了警钟，吸取了教训，避免未来有更多的悲剧发生。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对这起事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